大家好，今天來錄一期會員影片啊。第一件事咱們先嘗一下富貴兒今天早上給我摘的蟠桃。他叫醒我的方式就是在我手心裡放了一個沒有成熟的蟠桃，但是他覺得這個已經長得很漂亮了，已經紅了，所以打算就是摘下來我們嘗一下。沒有，它是在底下，它沒有受陽光這一面的。所以就是我是覺得它也不會再長了，是嗎？對，它在那個最底下。你別看它這麼綠這麼脆，它竟然是甜的耶，它一點都不酸，它水分還沒有那麼足，它吃起來有點像大棗硬桃唄，就硬桃你吃的不就這效果嗎？你尝嘗還挺好吃的，它不澀不酸涩。那它這要是長大了的话得多好吃。它不属于那個就是沒熟的那種澀的，没有，它只不过甜度還沒有那麼高，它是有絲絲甜，然後也不酸也不澀，就水和甜分都還不夠，再長長可能就好了。但我們現在大的比這個大了差不多1倍，是嗎？我今天發現一個，就是它受陽光面的，有一個它受陽光面長得大，然後有一個長得特別大了。然後我發現蔬果是对的吧？对，蔬果我發現就是兩個果在一起的，它長不大，就是兩個都不大。你看，這就是為什麼上次咱們視頻蔬果的時候，我都狠心的梳，把那些挨着的都趕緊掰了。他還說梳什麼果，那都沒果了，挨着的就是長不大。這小桃還挺好吃。你知道最明顯的那個石榴，那個石榴3個在一起的，這都長不大，誰都長不大。但是現在那個單個的大的，都是比它已經差不多長了5倍了。对，今天來聊一個什麼話題呢？我尊貴的會員朋友們，你們看短劇嗎？就是咱們說那個短劇是那種手機的什麼視頻視頻的，就幾分鐘一個的那種短劇，看嗎？就是有劇情的，就那劇情很炸裂的短劇，你們看嗎？你上癮嗎？我前2天看了一個，就是就別人講短劇啊，因為我不看啊。首先我不看，我也不看。我先聲明我不看，我就不知道從哪兒看。然後他們說看還挺貴的。上次你那個同學說好像对，要付錢。對，而且好像在美國中部什麼，他們看還都好像幾十美元呢。对。我前2天我看別人講短劇，講了個劇情，挺炸裂的。就說有一個霸道總裁，有個富家千金，就想追這個霸道總裁，然後就把他晚上吃飯給灌醉了。灌醉以後呢，就跟他回到這個霸道總裁他們家了。然後就跟他上床打炮嘛，就是生米煮成熟飯嘛。結果呢，這個霸道總裁呢就守着貞節牌坊，也不屈服於這個淫威之下。對。然後呢，這個富家千金呢被他們家保姆，加一個40-50歲的保姆啊給趕出去了。趕出去以後呢，第2天早上醒來呢，這霸道總裁第2天早上醒來，因為喝醉了嘛。第2天早上醒來一看，這個保姆躺在他旁邊，就他們倆昨天晚上發生關係了。然後這個霸道總裁想，就是酒也不清醒的時候嘛，就是發生關係了。然後呢，他就想說，哎呀，那我怎麼處理啊？就你要點什麼呀？說這個保姆說，我什麼都不要，就要你的愛。沒有，他也沒說要愛。後來不知道怎麼回事，因為我也沒看過啊，就是反正這個霸道總裁就愛上這個40-50歲的這個保姆了，就把這個保姆帶回他父母家，就要見父母嘛。他父母一看，哎呀，這個保姆，這不是我年輕的時候我們家用的保姆，然後曾經被我欺負過，跟我發生過關係嗎？他爸。對。哎呀，這現在這個短劇的這個劇情就炸裂到，霸道總裁愛上绝經的我，億萬富婆愛上搬磚的我，這都什麼劇情啊？就合理嗎？就是你說你億萬富豪，弄不弄這些男主角就是什麼1000億身家，莫名其妙搞了個女朋友就降智了，就降成弱智了。然後你說這些劇情這導向對嗎？這導向對嗎？還有那種就是1000億身家的霸道總裁，比如說在工地幹活，然後他女朋友一看，哎呀，你就是工地的呀，就不理他了，就上了一個豪車。這些短劇裡的所謂豪車呢，還不是
什麼勞斯萊斯，因為他們租不起，上了國產寶馬，对，上了一個豪車。然後上了豪車以後呢，這個工地幹活這個霸道總裁一轉身變成了1000億身家的霸道總裁。哇，這個女的就後悔啊！就是完全所有的劇情都是不在逻輯上的，但是为什麼就會火起來呢？就為什麼會有人看這個東西？我們就覺得很奇怪，就是我們覺得你說是他看起來爽嗎？就是我這個年齡啊，突然一個20來歲的1000億總裁愛上我了，是會讓我有一個幻想嗎？還是怎麼着呢？就是你說小時候看個韓劇，你還想談個戀愛？你說現在看個短劇，看的就腦子降智到，你就他媽就天天就想着重生，天天就想着霸道總裁愛上我，這什麼玩意兒啊？劇情呢都是粗制亂造，胡說八道，一點邏輯都沒有。对，这個我就想到了什麼呢？就之前買我們劇本那個公司，他有一次跟我說，他說你能不能幫我，就是讓你那個團隊編劇團隊，他想做一個100集的就叫微短劇，就是1集3到5分鐘。然後我說可以啊，沒問題啊，你就給錢就做唄。我還想，我說念的他上次買了個劇本嘛，然後呢，我說那就也別太貴了嘛。我說你這樣就給6000塊錢一集，100集才60萬嘛。他因為他時間短嘛，5分鐘一集。但其實呢，我跟你說，其實有時候短東西更難做。對，因為你做一個40分鐘的東西，你可能比如說你這一集裡邊有3個大段落，然後你可能每個段落有那麼1-2個高潮，就是你这有一個層次，有一個起伏的嘛。對，它是要有一個劇情的起伏的。對，但是你5分鐘的東西，你這個5分鐘裡邊你也要有這個起伏嘛。那相對你要把，你知道，它短劇的這個起伏，它因為拍這些東西都很無腦的，它不可能去給你思考這些東西，它只是一個場景裡面，它靠什麼起伏？它靠回切。回剪，然後他靠一些比如說唰閃回來做一個這個劇情上的起伏。對啊，就完全是無腦的一個，就你相當於是5分鐘一個，5分鐘一個，5分鐘是一集嘛，只是你縮短了壓縮了，但是你壓縮了，我覺得短東西其實更難做，因為你沒有廢話，因為你廢話進去你可能就全是廢話了嘛。然後我給他報完價錢以後呢，過了2天他回復我，他說接受不了，太貴了。我說太貴了，我說這個價錢不貴啊，我說你等於你60萬塊錢人民幣，60萬人民幣，我說你等於相當於一個500分鐘的一個內容的東西，你就相當於500分鐘就是一個正常的一個像奈飛8集的電視劇，或者說一種網劇12集的，就是一部劇了嘛，一部劇你60萬塊錢，你很便宜了嘛，一般你都得200萬以上嘛。然後我說那你能出多少錢呀？他說150，我說150是什麼幣啊？人民幣啊！150塊錢一集啊！150是什麼概念？20美元，20美元，咱們去大道上吃頓飯，酒店停個車還得30美元呢。我跟你講，現在這種無腦短劇的盛行，衝擊的就是你們這種人，就是我們這種人。一個是像他這種原來就是拍電視劇的，然後現在迫不得已，如果說想要跟着這個潮流要拍短劇的話，就衝擊是他。還有一種就是像我們這種科班出身，就是學導演學這些東西的人，像我朋友前段時間開始拍，就是短劇剛開始流行的時候就開始拍短劇嘛。因為你知道科班出身的人他都講究一個情懷，他要的邏輯要劇情要品質，但是呢你想讓他降智到那個現在符合大眾流行的這個水平，他又降不下來。所以我這個美國這個朋友咱們上次一起吃飯嘛，他就跟我講說，都是中國多少年代的劇本，都是90年代的劇本，这種老掉牙的劇本，給他換成美國的演員來，就是完全你不需要邏輯。就我就說你這有邏輯嗎？他說不需要邏輯，你就照着拍就行了。這是短劇盛行的時候出來的，這些短劇都是這麼來的。就你劇本你都不需要有邏輯，你就往上安，你只要就是有這個現在美國人的臉來演員來演就行。然後現在对他又一大衝擊，他剛剛把他的思想，把他專業的思想扭換過來，現在對他另一大衝擊就是 AI 短劇。
现在他短剧他都拍不了了。我那天问他，我說你最近咋样啊？因为上次跟他见面，他本来想说就是把他的那个拍摄有时候往这个 Vegas 这邊拉一拉嘛。我說咋樣了？他說馬上要簽的合同，人家國內那老闆說我們現在不拍短劇，我們現在要拍 AI 短劇。所以說衝擊的這短劇，像這種無腦短劇，衝擊的就是你們這些人。不是，你就說這個150塊錢一集5分鐘，你怎麼寫？你得寫半天吧，你還得翻資料。你跟我說什麼人能夠幹這活兒，能夠接受150塊錢一集人民幣寫100集是多少錢？150、1500、15000塊錢人民幣寫100集的東西，你跟我說什麼人能幹這活兒？我跟你講，他們那些編劇團隊全部都是學生。因為你不需要寫得多好，寫得多邏輯，你就中央戲劇學院那些大一學生，你甚至就附中的學生寫，你給你15000，你寫不寫？你能不能寫出來？不是，你這150塊錢，你們青島買一斤紙張還140塊錢呢。是啊，是啊，你就一集就夠買一斤紙張了。咱們話說回來，他可以150塊錢人民幣編劇寫一集，那你說他製作，那他更花不了什麼錢了嗎？是不是？那是不是就是粗製亂造？那你說粗製亂造造成的結果就是質量越做越差，然後劇情越來越爛，而且這些劇情我是覺得它是毀人的三觀的，你知道嗎？它的輸出你的這個什麼價值觀吶、人生觀吶。對，我覺得大人還能有點辨別能力，但是現在小朋友就是手機啊，就是看手機啊。你說你從小就是灌輸的這些奇怪的思想，就是這對嗎？這不對吧？你說這個人從小長大，你在學校學來的東西，那是一部分，而且大部分在課本裡學的東西，其實跟你現實生活中用不上，沒啥用。你小時候你數學不好，你考20來分，就算你考100分，那數學你現在還能用得上嗎？對啊，除了數錢，你說你學化學，你又不制毒去。對。再說你學的化學好的真的去制毒了。不是，再說你學點化學，你也治不了毒，他也沒有教這一門，是不是？就沒有什麼用。所以你大部分時間，其實你大部分是在社會上學習的，你都是在這種社會大學，你學到的東西，學到怎麼做人，學到怎麼在這個社會上闖蕩。然後你還有一部分你是看書啊，看電影啊，看電視劇啊。這就是為什麼媒體的力量嘛，就你有些你說中國像政府啊，去輿論導向，說什麼正能量什麼的，這些東西的確是會引導人的這個思想的。不是我給你糾正一下，不是中國政府去輿論導向，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新聞都是在所以他們可以，之前有人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就說中國的雷鋒是杜撰的。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那咱們不知道。但是這個東西，這個人的形象的確就是深入人心嘛。那我們當時從小學的就是，我們就是要樂於助人嘛，就是不要去自私嘛，對不對？就你不管他是杜撰的，還是說有沒有這個真人，你所看到以後，他給你的影響是說，我做人，對，我要助人為樂，對，我要為人去着想，對，他所要灌輸給你的是這個思想，對，我覺得這是沒有錯誤的，對，你不管他是真的假的，對，但是現在的這些短劇，他給你灌輸的這些思想就是有錢論嘛，有錢論，然後要不然就是自私，要不然就是違背倫理道德，對，就這些東西，就這些東西是對的嗎？就是為什麼還是會這麼火呢？為什麼還會有人去拍呢？所以我說，慢慢的。就是短劇會把整個人類社會給毀掉，我就感覺就是隨着這些年的一個發展哈，就咱們就觀眾，不管是觀眾還是從業人員的這個底線越來越低，越來越低。從一開始，哎呀，咱們就覺得，哎，看個電影哈，就覺得電影好，電視劇拍的什麼爛玩意兒。然後又過幾年就是說，哎呀，看個電視劇吧，這網劇拍的什麼東西啊？然後再過幾年就是，哎呀。網劇也還行，現在這個短劇實在是看不下去。短劇還沒開始拍，現在 AI 短劇也出來了，就是現在就感覺這個人的這個……我跟你說，這個人的生活呀，它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一個人生。比如說，你一年你要看幾部電影，比如說你要看幾本書，比如說你要去，比如說我聽一場音樂會，我去度假，我去海邊去度假，就是你人是由這麼一個東西組成的。而不是說你的世界是一部手機
就把你的世界给撐起來了。你看現在聚會，同學聚會都已經不是在聊天，在敘舊，每個人捧個手機，吃着飯滑手機，對啊，男女朋友吃飯約會，每個人拿着手機在看，這首先這也不尊重人吧。第二，你就是说這完全剝奪了一個交流，然後甚至比如說同學聚會。我拿着手機，哎，你看，我看那個短視頻是怎麼着？我那天看了個什麼東西？開始交流的東西是這些東西了。對啊，我跟你講，這點你注意看沒有啊？我們說坐飛機，你注意看，坐頭等艙的人，很多人都是在看書；坐商務艙的人是幹什麼呢？是很多人在用電腦，在處理他的辦公文件，還有些人在睡覺。坐經濟艙的人幹什麼？一水的全刷手機。這個也不絕對哈，頭等艙也有刷手機的哈。是，咱們就是說，還是有暴發戶的。对，但是你很少能看見坐經濟艙的人捧一本書在那兒看。哎，外國人會有啊，外國人會有，就是經常就是外國人的經濟艙，其實很多人都。當然，我們不是說用這個艙來衡量人的這個高與低，就是它其實。我覺得它代表的是一個層次吧，對層次的高與低，的確是這樣。你天天刷短劇，你說你這個能有什麼深的思考？對，有什麼深的思想呢？你如果覺得這個東西爽的話，那你的這個爽點也太低了。對，就你比如說你看電影，你說《速度與激情》，它也是商業片，你說你看那個電影，你是有那個爽點，你是覺得好像我出門我就得去開賽車去飆車去，是不是？那也是一個爽點。你說你看個電視劇，你說你看那個。復仇的呀，復仇的呀，什麼的呀，对，是不是？你也會有爽點，但是你看這個短劇，就是那你看這個三個東西，你的爽點就變得不一樣了。然後你慢慢的看短劇就變成習慣了。去年我看了一個數據啊，中國電影的票房總票房是570億左右。這個570億呢，有420億是國產片，然後剩下的100多億是引進片，就是它構成了570億這麼一個中國的一個總票房。你知道短劇的這個票房是600億到1000億，短劇的市場居然能超過電影市場，這就是一個非常畸形的一個社會了。我覺得我也有這個問題哈，就是我覺得大家一起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很難靜下心來，就是不看手機或者是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去看一個電影或者去看一本書了。好像我現在都就是很難靜下心來去做這個，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問題。看短劇，因為它每天向你輸入的都是這些狗血劇情，都是這些什麼毀三觀的東西。你每天看，慢慢的你的三觀就發生變化了。你會慢慢變得很自私，你會慢慢變得，你覺得說那個劇情裡邊說的對，把錢就放在了人之上。人其實看短劇，它是不斷的讓你就屬於被動型的看，因為看短劇太方便了。你手機你無時無地你都可以看，你坐車可以看，你去排隊可以看，你去等個什麼東西你都可以看，就無時無地。你晚上睡覺前你在床上也可以看，那不像你看一個電視劇，起碼你得有電視機吧，你得在電視機前面看，你得坐下來看。你說你看一個電影，那就我得花一個時間，我去電影院，我得買票看。那些都是相对于对短剧來講都變成了一個複雜化的東西，而看短劇就變成了一個很正常的一個事情。那當大量的這些粗製亂造的這些低劣的短劇充斥你的人生的時候，你說人是不是變得第一不用腦去思考，越來越傻，第二就是人的三觀慢慢變得不正了。那整個社會如果都變成這樣了，那你這個世界就真的就跟毀滅了，也沒就爛掉了。而且你知道，就看这個短劇吧，你會上癮，你就莫名其妙的上癮。因為我曾經刷到過一個短劇，就是它總共就3分鐘，前1分鐘在閃回，中間1分鐘的劇情啥也沒講，第3分鐘下期預告就沒有了。就是它這個內容其實只有1分鐘的內容，這1分鐘的內容其實什麼都沒有。對，你知道嗎？然後但是你就會想說，哦，我要看下一期它到底是怎麼樣。它就是勾着你，它用剪輯的方法，它並不是用一個很好的劇情去勾着你，它是用一個剪輯的方法讓你覺得我靠，咵閃回一下，咵下期精彩內容，就這種。哎呦，我就覺得就是這簡直就是精神鴉片。對啊，完全就是精神鴉片。所以你看，你都能被它
所吸引了。我看了10集，关键是我啥都没看出来是啥。但你是不是被他讲了啥？你都被他吸引了？哎，你就想想，那么多人都会被他吸引，因为制作这个成本太低了，然后他又在个风口上面，赚的又多，所以他的这个品质就会越来越压缩。那你能投入1000块钱，你賺100萬的事兒，那跟你投入50萬塊錢賺100萬的事兒，那肯定人都幹那個去投入1000塊錢賺100萬的事兒，是不是？對，你說像原來的導演，窮的時候，比如說我50萬我拍個電影，哎呀拍的挺好的，出名了，那我下次我花100萬，我把我的這個製作團隊，他的這個布景啊，他的整個水平給提高，對吧？這是拉高這個導演的一個水平。但是現在短劇的導演，短劇的這些從業者，他已經不算導演了，我覺得不是導演，就是我花1000塊錢能幹的事兒，我就不花2000塊錢幹。對呀，因為我同樣我花800能賺這麼多錢，我為什麼要花1000？而且這個東西越來越低，越來越低，就跟你那個審美也越來越低。你那個同學講了，就是他的製作費成本也是越來越低，就是互相壓價。今天你說，哎，我1萬塊錢給你幹下來這個活兒，他說我8000就給你幹了，那個說我6000就給你幹了，就是他也有這個。你在美國，他們這些製作的團隊不也有競爭嗎？對，你就慢慢的壓價。那你壓價壓的是什麼？壓的是質量，不是壓的錢吶。因為你今天去買一瓶水10塊錢。它並不是說這個水你買就變成6塊錢了，它還是10塊錢呀。關鍵是你知道這個短劇吧？短劇說句實話都已經火了一段時間，我們就一直沒想說。但是最近這不又出來 AI 短劇了嗎？我覺得也是一個讓人覺得沒有下限的一個東西，因為你 AI 你人能做的東西演出來的東西很少，但是你 AI 你能做出來的東西就無法無天了，就沒有邊兒了。對啊，你說像之前那個醬板鴨火的那個梗，你是所有的都能複製這個 AI 的這個爆火嗎？不可能的，它只是1、2個出來爆火了。但是你說你如果天天看類似這種東西，你也會覺得無聊吧？你也會覺得就沒有意思吧？你也是需要創意的吧？導向性的就是有黃色的成分在，就它不脫衣服，但是它的整個的製作，他的說話，他的這個表情，這個男女主角都是 AI 做的嘛，擦邊就非常的擦邊，就已經不是那種暗着擦邊，是明晃晃的擦邊了。我是覺得這個黃色東西其實跟這個所謂的這些三觀不正的東西，誰的危害大？是三觀不正的危害大。因為黃色這個東西，你從古至今，古代也有啊，是不是？古代也有潘金蓮啊，是不是？都有這些事兒。我覺得它不會影響，因為這是人的七情六欲，它不會影響人的這個整個的人的價值觀、人生觀。有色情東西的，因為你所有東西都會寫的適合，比如說14歲以上人看，16歲以上人看，18歲以上人看，然後包括以前都是分級，比如說1級、2級、3級什麼這種東西，你是有區分的，會告知你的。但是你說這些短劇可沒有分。說這個價值觀不對，這個分級，這個有誘導性，是不是？沒有，真的，我跟你講，就是真的，就是反正我認為短劇，它就是會把人整個毀掉的。是的，它和短視頻還不一樣，因為短視頻它還分，比如說知識型的短視頻啊，娛樂型的短視頻，對吧？有些當然也是很無腦了，但是你可以搜到，比如說做飯的一些菜譜啊，就這些東西，我覺得它還是有它的價值。但是像短劇，就是我真的是覺得就是精神鴉片了。對，但是我跟你講，這個市場會越來越大，因為它有了去年的600億到1000億，大家都覺得，哎呀，這個賺錢呀，這個好做呀。AI 這個東西，你永遠是它是一個工具。對啊，因為你 AI 不是從天而降的呀，不是說是它是上帝的腦袋呀，它還是人的腦袋，它是把各種信息啪啪啪都輸進去以後呢，只不過它會有這種高科技的這種運算，就是這種高性能的運算，它可以就是其實你需要花1年你去查的資料，你可能在 AI 這個工具上，我花1分鐘，AI 就幫我把這個東西都查到了，但它永遠是你的工具，它不會代替你的腦袋的。我看它現在快代替你的腦子了，你天天和 ChatGPT。用 ChatGPT 反駁我啊！天天我們倆爭論個什麼事，他就說 ChatGPT 跟我說什麼，我說你跟他過吧。今天這個憤慨的觀點就代表我們兩個人哈，就在咱們這個會員專區，大家討論一下吧。就是我不憤慨，就是憤慨，覺得有意思。我現在時間的有效利用率越來越低，
就是因為刷手機刷的，所以我就是決定從我做起，就比如說每天只給自己幾點到幾點可以玩會兒手機，剩下就是完全不碰手機。我怎麼那麼不信呢？你不信嗎？我今天就做。好，你多幹個農活，少看個手機，多种菜。我现在我这个手机的短视频我已经刷的很少了，顶多就是比如说我在做饭的时候，我会听一些科普，你听的那个不屬於短劇，你都是屬於。我不看短劇，我也不看短劇，但是我是之前刷短視頻，我就覺得我已經腦子我的前額葉已經被損壞了，所以我就是已經很有意識的不去刷短視頻了。你看我的手機都沒有這些軟件，我都不知道從哪兒看。你多牛逼啊！我就是每天晚上在外邊抽雪茄的時候，我聽新聞，這新聞也是胡說八道啊。對呀，你聽那新聞也都是胡說八道，真胡說八道。流量至上的年代就是都胡說八道，你知道嗎？就是劇也胡說八道，新聞也胡說八道，娛樂也胡說八道，這些博主也胡說八道，就是我不胡說八道，就這樣吧。所以今天大家聽完了，你就是一笑一樂，就當我們胡說八道了。當我們胡說八道了，就這樣吧。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大家對於短劇啊、短視頻，或者是自己成長時間規劃類的一些想法和見解，胡說八道一下。好吧，就這樣，拜拜，愛你們。